今天和大家说一下，在外汇杠杆式或者是保证金交易中，如何控制自己的账户风险。想必大家也都知道，进行期货和保证金交易会有一个爆仓的风险。什么叫爆仓呢？其实不是你的账户真的爆了，而是你被强制平仓。所谓的保证金交易，或者我们扩大范围，我们扩大到黄金、原油、股票指数、股票差价合约以及货币对的保证金交易当中，相当于无论您是期货还是场外交易，您都可以适用于这个风险控制的方法。那保证金交易实际上就像这个人在走着一个美元一样，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钱，而是向经纪商提供一定的额度来进行借贷交易。例如你的杠杆呢是400倍，那么假设你账户资金有100美金，那么你最多可以用这100美金全部作为保证金来去借多少啊？400乘以100等于40万的一个额度的交易，这就是扩大了你的额度，而这额度是你向经纪商进行一个借贷的。所以进行保证金交易，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借贷成本，而经纪商自然不可能让你亏损了超过他的信用额度继续进行交易，这就是为什么要控制风险的原因。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风险是由于杠杆引起的。什么叫杠杆呢？刚才我们说过，以一定的保证金获取更大的信用额度来交易。那假设我有100美金，我的账户杠杆是1000倍，那么你可以用这100美金去获得10万的，相当于你交易10万的美元兑日元的话，你就持有10万的美金然后去最后兑换成日元。那为什么你能有这么多钱呢？是因为经纪商愿意借额外的钱给你。他愿意借了额外多少的钱呢？10万减去100美金。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认为杠杆越高风险越高。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杠杆不会影响您的风险。什么会影响您的风险呢？大家请看一下，在这里你的交易最终的开仓的大小才会影响您的一个风险你可以看到，最终带给你风险的是什么呢？是你交易的最终的大小。即使这里没有这个滑滑板，假设你交易的是股票，同样你有10万美金，那你用不用杠杆，你交易的一个大小都是10万美金，对吧？只不过你用杠杆可以付出少一点的钱。那你为什么会害怕损失呢？因为你害怕价格朝着你不利的方向而行动。例如您在这里去做空，那么价格却往上走了的话，那实际上这样子的10万美金的仓位就会产生亏损，而产生亏损的话，你的保证金不够了，它就会爆仓。所以说杠杆交易的风险和普通交易的风险一样，都是由你持仓的大小来决定的，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使用了杠杆交易的话就会增加你的风险。我打个例子，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MT5 平台，假设你现在只是交易了1、2、3、4 0.4 手的这样子的一些直盘货币对，那么0.4手相当于4万美金，那相对于你的真实账户一共将近有1万美金来看，你的实际杠杆其实是只有4倍的。所以真正引起你账户盈亏的是你现在持有这些单子，而不是你杠杆的大小。使用杠杆交易呢，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自以为自己有很多钱。请注意，这些钱并不是你的，你要控制好整体的交易的仓位。头寸决定了我们的风险，
以英镑对美元为例，假设现在的价格就是我截图计时图当中的 1.23890， 而在这上方是我们的一个价位，我们在这里开仓去做多的话，现在价格朝着不利我们的方向走。我们看一下，假设我们去交易的大小是1万美金的话，那么我们把前期的一个价格用现在的价格减去之前的入场位，我们得到我们的亏损将会是 4.1 美金。4.1 美金相当于28元人民币左右，所以呢，这个亏损其实并不太大。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提杠杆呢？完全没有，所以是头寸决定风险。而当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你的交易扩大了100倍，甚至是1000倍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你的交易规模扩大了1000倍，1000倍之后呢，这么一点的小数的变动就会引起你账户的净值波动4100美金，所以真的是头寸决定了你的风险。往往很多投资者利用杠杆交易总是觉得自己很有钱，但是你不能让你的头寸超过一定的值。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用风险管理的3种方法来缩小你的账户头寸曝光度。第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我们去交易一些货币对的方向也不要太过于集中。例如你把所有的非美货币全都做空的话，那你实际上持有的美金多单是非常多的。以图中这一个为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它有26万的日元，有77万的美金，然后呢有一个负2000的英镑。那整体上来看，包括道琼斯指数和原油都是以美金计价的，所以在这一个头寸当中，它的美金暴露是非常强大的。而如果我们从空头来看的话，它的空头大部分都集中在了道琼斯指数上，因为它的速率更大。那由于你的空头过于集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就像这个饼，道琼斯指数一旦上涨的话，对于你的账户影响就非常大了。这一点大家可以从 MT5 或者 MT4 当中的选择长口这一点来可以看到。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此处这个位置，卖空纽元兑美元，卖空澳元兑美元，买入美元兑加元，卖出欧元兑美元，那么实际上你都是在看多美金，所以你的买入持仓全部都是美金。而一旦美金走弱的话，你很可能同时4个单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亏损。那这样子的亏损叠加起来，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分散风险，没有去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的。一旦美金走弱的话，这一些交易满盘皆输。所以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就是首先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控制头寸。第一步，分散式持仓。那第二步，每个人的资金有不一样，他有10万，你有100万，而其他的老王只有1000美金，所以对应着不同的账户，我们的止损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一个百分比止损法。百分比止损法呢，我们就用 5% 的资金作为止损的资金，每一次我们的止损金额固定为账户净值的 5%。如果你有1万美金的话，那么对应着 5% 呢是多少？那就是500美金。所以每次我们最多亏损500美金，亏损之后再乘 5%， 因此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剩余资金的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如果用 5% 来进行一个持仓的话，你可以看到大概在您交易到第16次左右，您的账户才会去减半。所以 5% 的资金用于止损是一个较为保险的方法。那最后一个方法叫做懒人止损法，我也是特别喜欢用的。那这一个倒是基于一个叫做 Auto Chartis 的插件。我们打开 MT5 平台，
在此处运行自动化交易，并且加载过 Auto Chartis 之后，在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器，我们点击确定。那在这里呢，就可以有一个模拟您交易的一个单子，例如入场价是多少。那入场价呢，你可以在这里去更改，例如您是去做空的话，可能挂单在90，那么止损呢0.6150。那这样子，假设我每次就只亏损现在账户剩余资金的5%的话，那么我一通过计算能得出，我以这样子的入场位和止损位，我应该下的仓位是0.83手。所以在这里点击交易的话，我们必须去手动输入0.83来进行提供。我们也可以选择风险现金的额度。那通过假设我这一笔的亏损我限定为$200，那我这样子去计算之后呢，我可以计算得到我的仓位应该下的是0.33手。所以知道了潜在的亏损，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持仓。而当持仓超过某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使市场存在交易机会，我们也不应该去继续交易。这就是控制风险的方法。首先，我们要知道仓位决定风险大小和账户的杠杆无关。其次，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止损金额，适合到什么程度呢？能让您安心入睡的止损金额。最后，一切都要服从你的交易计划，不要下单之后就轻易的改变，甚至是扩大止损，是十分不利的。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